嘿，你们好，今天的题目就很简单，就是选一面镜子哈，来看看跟你告白的人是谁。好，镜子显示告白的人的迹象，告白的人的长相，没关系，我事后再来想一下题目是什么哈。那你知道了，这个就是来寻找，来看一下要告白的人是谁哈。他快告白了吗？还是要一段时间？我们来捕捉一下。那这就先13张牌。它只是颜色的不同，但是其实构图都一模一样哈，有一点点差异而已，可大致上都一样。你看那个烟啊，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其他小地方不一样，其实大部分都一样哈。那你想要仔细看的话，你看一下暂停哈。那选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看一下今天用什么？好吧，还是用这个。今天这组还是用这张哈。来，大牌啊。看一下哈，怎么反了？好，1号牌，好，来告白，每周几乎都会做告白的题目了哈。哎，那就表示这个人应该已经非常接近那一个时刻哈。这个题目我们就是要抓那一个时刻，他已经非常接近，他已经开始准备好是什么，我们就捕捉一下。哦，这张。虽然我想搬这张，但是他先跳这张哈，来，哦，他已经在边界了，边缘了，告白的边缘了哦。那他现在的状况，只要克服一下他心里的某些魔障啊，黑色地带啊，灰色地带啊，哈，一些他还没有突破的东西啦。哦，我不想说他是在突破他的自信，因为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人哈，他比较多的是自我要求，他希望可以表现得更好，最好一次就要成功这样。但是这张牌还没有看到你们的距离哈，就是他大概离你多近，他是你的朋友啦，各方面的哈，我不知道，我翻一下好了，因为其实第二组牌会翻啦，但我这边还是大概偷偷看一下，我偷偷看一下。这张，好，再这张，又是死神牌，果然是在边缘哦。他是你平常都会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之一啊，哈，熟识度，有一起出去，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你最内圈的，我觉得他中间有隔了几层，哦，隔了几层，我觉得他没有那么靠近，但是1年之内大家约出去玩的时候会见面的朋友，算是哈，算是。221哦，其实还好，还好，这个，他这边有透露说出一些他的讯号了哈，他其实有点独来独往哈，所以跟大家出去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就自己来，然后自己走，哦，无声无息的。那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说，他会因为知道你今天有去，他会出现，然后大概待不久，他不会待到最后或什么，他大概差不多的时间就会走掉这样。他每一次靠近你，都跟你聊天讲话，差不多都是聊到有些心满意足了，他就会走了，他不会跟你混太久或什么这样。但是他每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跟你心里的距离，对他来说都有逐步的进步。哦，那我认为啦，我认为这个边界就是他想告白的边界，只是快到了。我觉得他还没有想到，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他还没有想，但是已经快要想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是这个边界哈，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有一个随机靠近、蜻蜓点水，然后点到为止的感觉很多，很零碎。哦，它有点像是蜂鸟啊什么的，轻轻的靠近，然后这样子晃晃晃，这样然后就走了，有这种感觉哈。所以这边因为有2张死神牌，我大概明白他现在的处境。他现在可能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在处理，所以他知道他喜欢你，但是他不适合在这个时间跟你告白，因为他可能第一他也没那个时间，他也没那个心力，他现在好像也接不住一个新的爱情的进来，但是他那个喜欢一直在哈，所以他现在有一些事情大概都要处理完，这几个月他处理完之后，变得心情比较开朗、比较开放的时候，我觉得他才会
跟你说哈，他是你父亲的朋友这样。那这张牌让我发现，他知道跟你告白。跟你表白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需要非常慎重的事，而且他也明白跟你讲之后会影响你，所以他不会很轻易的就做出这个决定或做出这个表达，因为他还蛮在乎你获得这一份告白的时候的感觉，他不想成为你的困扰，或是他不想给你太多的负担啦。哦，所以呃。因为我突然犹豫，是因为我有觉得他好像要在告白前会离你远一点一阵子，他好像想要想清楚这一件事情哈，他好像想要想清楚，但他没有但这个只是一个不知道这个讯息很乱，它只是一个选择吗？因为我这里总有两条线，一个是他已经想到跟你告白，可是他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可是另外一条线，我觉得更加的犀利的线是，他还没想到，可是他需要他自己的事情都结束完的之后，他才会想到，因为他心情会比较开朗。然后他在接近你的时候，他才会觉得，他现在需要一份爱。现在有两条路，可是我真的不确定他这两条路现在哪一个比较强啦哈。可是现在有这两个可能，以现在来说，他也因为这个牌跟这个牌就对应了哈。这边有强调他的独来独往，跟他觉得跟你告白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去问任何人，他只要自己独自的烦恼、独自的承担就好了。有很符合他自己独来独往的那一个性格，所以这边可以预示到，他跟你告白那一刻的时候，旁边会没有别人，就跟你单独相处的时候会跟你说，好，因为他不想造成其他人的尴尬，或是他希望你专注在他的语言这些。他其实有一点点，他非常专注在他整个事情哈，他非常专注在你身上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哈，他对于这份告白，他想的蛮远的哦。他不是他告白，他没有觉得我要试试看，他不是这个试试看的角度哈。但我认为啦，他需要再冲动一点。这里的火能量都有出来，我跟你讲，这一组的火能量非常强哦。可是这个死神牌的这个边际，这一个封锁线，封得很硬，又两个封得很硬的意思是什么？他在非常靠近要跟你告白前的时候，他会处在一种高度理智跟安静状态。讲到这里，我又觉得他好像已经想到了，只是还没有要行动。好，没关系，我来看一个东西，因为我感觉到一直在交换，他这个能量一直在交换，这个还是这个这样。我问一下，他是不是现在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还没有想到要告白这件事，因为他现在还在比较专注自己的事情，哈，是这一个方向吗？哦，哦，等一下，是，其实是比较偏向他还没有想到哈。好，那我们把这个讯息转换一下哈。他不是对于他跟你告白这件事情还没有准备好，能量的走向其实是说他现在正在处理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心里他还没有留一个空间或是一个方向感，是觉得说他必须要去依赖或是依偎一个爱情来让他现在的困难或他现在的处境比较平静。他现在的处境是他有一些挑战，或是工作上的、家人上的，他要先去处理，所以在他的生活空间跟范围里。他自己非常明确的知道，现在他不适合跟任何人谈恋爱，所以他有的时候跟你们朋友出去的时候，他去看你一下，多来多往，看一下就走，看你多来，就是他其实只是他很想靠近你，但他也知道现在自己分身乏术，或是现在无法专注，所以他就看到你，他就满足了。所以在这段时间，他常常就出现一下就走，出现一下就走。好，那整个能量的走向是有越来越好啦，可是节奏很慢。因为他看得太复杂，他想得太远，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点太高，他需要自己现在的东西都
都全部都解决了，他才可以想别的事情。其实他现在要求太高，是他现在在处理他现在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对自己要求很高，他把它处理得很完善。他其实没有注意到自己太专注了，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一个不想恋爱的人。其实这个状态他不是一个选择，不是说他觉得自己现在没办法恋爱，所以他是不要。现在不是这个状态，现在是他可能甚至连意识到自己现在需不需要一个恋爱，或是就算现在有人喜欢他，他感觉到吗？其实他现在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他太专注自己现在在处理的事情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可是他现在真的是在一个难题里面了哈。那死神牌的那个边界就在于难题结束的前后，这样。所以好，所以从这里至少我们知道他会偶然的出现在你附近。可是以今天看牌之后的某一小段时间，我跟你说他可能会先不见一阵子，但你其实感觉不到，因为他不是你最内圈的朋友，你感觉不到这个人不见，你只会在下次再看到他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哎，好像很久没看到你，只有这样子而已。因为他隐藏对你的喜欢跟想告白的心，我觉得没有非常明确，所以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也算是一个很负责2、3、4。我跟你说，最近他就要不见了哈，最近他就要不见了，因为这边有一个远离的，他在，最近他就会先不见了。等到你意识到他最近很久没出现的时候，已经有一阵子了，大概半年。所以从这里我跟你说他要么突然觉醒，然后去跟你说他喜欢你，然后可是他可能要先离开你一阵子，你附近一阵子，也许会有这可能。可是我觉得以他的负责任跟他的土能量的强度来说，我觉得他不会讲。他这阵子会先去忙他的事情，然后不再跟朋友一起。可是他不是因为要离开你，而是他现在真的有事情可能要离开。因为以这张牌来说，其实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要告白这件事，他只有意识到他喜欢你这样。那但是我这边看到一个很浪漫的事情，他可能不会去跟你告白，但是他会去找你聊天，然后也会告诉你说，他可能要去哪里忙，然后可能会有半年不常跟你们一起出去，这可能是你会知道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说？因为在他的想象里，他觉得他在跟你交代。可是对你来说就只是知道而已，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一份交代跟你交代，他来讲是很舒服的感觉，是很心安的感觉。我觉得他有一点点会有这个状况，因为这张牌它有牵连到隐士牌的那一个深度，那一个深度是有很深的联系。然后在他心里，虽然没有一个形式上你跟他是真的断掉半年，可是在他心里，他觉得这个远离算是有一种轻微的关系断掉，然后可是所以他要去跟你做一些交代，在心理上，虽然行为上真的不是跟你交代说我要先离开半年，然后之后再来看你，他不会这样交代，但他会用行为方式让你大概知道。这个是最近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情况，所以选到1号牌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你跟他要熟不熟的然后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他跟你说他提到他可能最近不会再出现半年左右这样，你就要有警觉，其实有可能就是这个人了。好，那等到他再回来半年后回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很具体的表达，让你知道他其实想要跟你在一起。因为这个离开在2个死神牌的转换，他应该会有一种锻炼完升级回来的感觉。他心智上会有一个改变，他会觉得他对时间感的拖延会很敏感。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里也说的啦，因为他在回来的时候会进入一个非常滋润的能量区域，有土有水是很丰沛的，是一个种什么能得什么的一个好田地。他会有这种心情回来，所以他的自信跟富足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会靠近的时候，他会想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你，他想要知道你的反应，看他会知道，他会想知道怎么能修补，他怎么样能够让你跟他的关系更好。后面会有这个概念，就会开始跑出来了。好，我觉得，我再看一些远一点的
好，远一点的东西还算未知了哈，但是有一个小缺点要说，你们两个初期相处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先协调哈。第一你们不熟，第二你们对彼此的认识还蛮浅的，第三你们本质上的能量其实并没有完美搭配这样。那我这边其实也没有看到他真的喜欢你什么，可是他常常会来看你，就表示你身上有些东西在吸引他。然后我有看到这个，但是本质上，如果你们真的一开始确定要交往的话，前面有很多事情要有磨合期哦，有磨合期。好，那这组先到这里，来我们来往其他地方看。看第二个范围。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现在看起来是知道了，这个我就有点不太知道抓什么了哈，因为时间各方面好像都已经抓到了哈。我们来抓，我刚说他最近要离开嘛，我们来抓他有没有可能在离开你这半年前哈，会来跟你比较亲近或者靠近你哈，这个能量各方面会不会想要跟你多说话，让你知道这样哈？看一下能量的走向哦。我先看这里。他最近确实有意识到他要先去忙了，好，然后，但是他觉得他有逐步的觉得跟你的距离有越来越远了，这样。那我这边牌面上我没有觉得他要不见去忙半年这一个之前他会来跟你讲话，牌面上没有这个讯息。很弱，而且他现在已经正在被其他事情干扰了，他也没有那一个机会或者没有那个动力来去跟你讲，他没有讲，所以那一个小小的可能，我觉得发生率不高。但是这里其他的牌都叫你说可以值得等待，因为好东西都在后面都快出现了哦。好的相处，好的保护，好的爱的路径的前往的路径都有出现哈。只是以现阶段来说，隐士牌说以现阶段来说，自我探索、实践、改变、寻求自我价值这件事情，现在是比较重要的，比跟你告白和跟你在一起再重要。对他来说，那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的内在升华之后，这边有看到他对你的渴望有那一息的讯息有出现，这里有一个跳动性到这里哈，有一些他内心有慢慢会浮现对你的渴望的能量在慢慢的长，但是他就是要这个时间哈，那是我想一下，呃，好，因为我在看这个，他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在挣扎，就是他要转头去忙自己的事情前，要不要去跟你讲了？可是他内心更多的声音有告诉自己说，其实你不会太在意，有这样哦，他有这么觉得，所以他对你也非常了解哦，因为他知道你把他当成就普通朋友的这样子，所以跟你讲这个，他也知道，觉得好像没那个必要，所以他现在还在挣扎。这里说不会，但这里说在挣扎哦。好吧，这里就没有了。这里他确实要去忙自己的事情哦。半年吗？刚天使牌是说半年内他，但我觉得他也是去
好吧，我觉得不要好了。我觉得他都准备好了，再跟你表白就好了。现在1号牌的朋友，你知道说他在附近，有很靠近就好了哈。那这里我们刚翻到唯一的线索就是，如果他有告诉你说他可能要去哪里半年，那这个人的几率就很高哦。如果你有敏感到这件事情的话，现在还没有完全封死，就是他不会做这件事，因为我在上组牌一直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然后这里又有说哈，这里他可能会有一个突然的冲动啦，突然的冲动，可是他自己内心真正的自己告诉他说不要，不用特别去跟你说。好，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些别的比较深层的东西，未来你们两个相处的各方面好了哈。你们两个的灵魂哈是很容易碰撞、有火花的，所以是有激情的、有能量的，是有火花的。那你们两个人的现在的缺点跟阻碍就是，你们现在还在自己独自的生活里，还没有重叠，还没有连接，时间表、朋友圈各方面，朋友圈有，但是你们还是处在以彼此的位置去看对方的话，都还是处在一个独来独往的状态啦。所以以现在的时间感来说，其实是还不适合在一起。能量，其实我从刚第一组牌到这，我都没有看到你们能量有在自己做连接。但是非常强的一个讯号就是，他有明白到时机还没到，时间还没到，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准备好。他有点很融入整个能量的意识，他非常明确知道，现在他只有能在心里保存着，还喜欢你，还偶尔偷偷来看你，跟大家出去来看你一下这样子。好，但是以中间这一个路径来说，他这一次的离开，他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感觉，尤其是土能量，对于安定、安全，要跟人交往，要有一个家，要一起共同往某个未来前进的这个意念，会在他这一段离开的时间的时候慢慢增强起来。好吧，小可惜哈，人是找到了，但没有立即的行动，要等一下。来，我看一下恶魔牌说。好，讲的还不错，讲的还不错。这边说哈，这一段过程是必要的，看见本质的形成，一个阶段。好，这是要忍耐，这段时间要看见本质。我觉得重点是他要看见他的本质，然后这个本质里面会显化出或显现出、凸显出他内心其实需要你，然后他就会感受到那个告白的必要性。所以前面说的是对的，他其实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要告白，还没到那个他想告白的时间点。可是这里他慢慢的在这个半年，我们先抓半年啊，其实有可能再长一点点哦。他会明白自己有多想跟你告白，有多需要你，或是有多需要跟你告白这件事。那这里说，现在这个阶段呢，必须要强烈的回避用情绪去决定事情，就是他在说他。还好，我们从第一组牌看得出来，他是会用理性去决定这件事情的。所以，好吧，从这张牌可以知道，他可能要离开你这之前，他不会跟你说。那我是希望他说啦，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些冲动的能量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半年，因为现在大概已经知道是这样了啦，那我们来去破解一下。我问，这半年是一定是要半年吗？还是中间会有一个突破口，它会提早回来？好，等一下。好吧，确实这半年是中间没有特别的事情，它就是直冲下去，要直冲下去，它是直往前走，没有停滞哈。那这些我还看到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已经决定，他要先去专心自己现在要忙的那一件事情。看来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现在是还蛮烦恼的了。我来看一下其他破口哈，好。好，这里其实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他之后
再回来看你的时候，其实看起来像看你感觉好像走了很远，没有啦。他自己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心情变平静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会带着一个火能量比较强的死神牌能量回来。那是什么？他已经做好了一个更新，一个大转变，而且火能量出来了，所以他对你会有很明确的表达，很明确的行动。就是那个时候回来会跟你告白，会表达，而这告白他不是直接跟你说，就是他跟你明确的表达，他其实是喜欢你的，所以他会比以前更加明确，跟在你眼前会更加立体感了。好，我觉得这组大概就这样吧，因为讯息有点抓得太明确了，我再来确定一下那个时间感，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半年之后他才要再出现这件事了，所以我再看一下一张。来就针对这半年，其实我抓的时间可能有8个月，没关系，我就说他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个破口，他会提早会来，这边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我就只能跟你说只是不一定会有，但是有可能就是接下来大概20天内，可能会有很特别的事情，帮他现在的现况指引出另外一条路。那一条路可能就没有我们原先判断的6到半个月这一段时间离开这么久，可能会有别的路、别的方法会出现，然后看他要不要选，就这样。我这边看到就这样。所以那个路不是死的，就要看接下来2个礼拜到3个礼拜中间的时候，应该是他人的影响吗？是其他人的影响吗？好吧，这边说，好吧，我得到讯息不要问，好，不要问，不知道，被拒绝问好，那就这样，那我就不问了，就反正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可能对他来讲会有一个新的破口或者什么，因为我本来也想说是不是贵人什么，可这边说，第一我感觉到不要问，第二，如果有另外一条路对他的现况来说是更难的。更挑战更高的，甚至有一些危险跟风险的，所以他有可能不会选，因为他有可能会惊觉到，所以他会比较早回来这一条路，跟可能就6到8个月之后他会再回来，再跟你比较好这条路来说，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难度不同，那不知道他怎么感觉了好，我能看到的就这些了这他的事情很多跟你都没什么关系，所以以我们这里来说，就是其实你现在其实发觉不到他了。我觉得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说，他在某个时间点已经默默先跟你告别了啦，他可能要好一阵子才会再回来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翻到这张牌有点迟了，有点晚本来还可以去看，翻一些他的个性啊什么的，让你察觉一下。我觉得现在也没这个必要。好，没关系，就等一下吧。这个，他已经搭上火车先走了，先离开一阵子了，好吧。已经去车站了啦，不见得上车了，因为这边我问的是接下来20天嘛，不见得上车，但他已经再去要做决定，就是要去走方向了啦，好了，那就这样吧。1号牌的朋友有一点点小 sad，这个是 OK，至少知道有这个人。那我必须说，这整套牌从头翻下来，我觉得很浪漫，因为当我发现他常常为了看你，然后出现在朋友群，然后他满足开心他就走了。他常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组牌真的很浪漫。我希望他后面真的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全心准备好的人。他对自己自我要求很高啦。那在我看牌的逻辑里面，他本来有很多的火能量，让他很冲动可以跟你告白，可是他都没有这样选呢，所以他对自我要求很高，还也是蛮谨慎的所以等到他真的跟你告白的时候，我想他是真的已经知道自己要给你什么东西，自己也准备的很足够了，才会这样做选择好的，那就这样吧。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到，祝福你。
好，接下来是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就是告白啊，找告白是要告白哈。好，来看一下哈，整个能量的走向哈。等我一下哈。好，看一下，好，好吧，就这样。来，我们看一下，我今天要用什么牌来看第一组牌？好吧，用这个。我们来先看一下基本的能量的行走哈，基本的能量的行走。好，我看一下哈。哦，这张它卡在这了，来，那先从这张开始好了哈。哦，最近你应该会常看，你会发现，如果塔牌翻出来的话，我应该会说，应该是一个上升，正在上升的一个状况下，你们的遇见嘛，哈，没错，没错，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好像在这个上升之前，还是已经上升中，还是已经上升完成，哈。这里我所看到的是刚要上升，刚要上升，你跟他现在的状况里面，有人正在某个好的转机里面。那为什么要提示这一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你们的能量有没有开始走在一起，开始往要遇见的那个路径上面的一个匝道口啦。好，现在就是那个匝道口。那有这个匝道口，那它跟死神牌不一样的关键是，死神牌我都会差一个交换。哦，有一个正负能量的交换。好，那塔牌就没有，塔牌就是一个不用交换，它就是完全舍弃的一个进入新状况。所以，如果你准备换新工作，准备换新房子，有一种移动式的改变哈。我通常都会说是移动式的啦哈，因为移动式的改变之后，很多的情境各方面都会随着空间和移动的时间而做出一个大幅度的改变，所以我都会先暗示你们说是移动式的，因为移动式的所谓的改变比较大，它比较符合塔牌的能量，加上塔牌里面是火能量，所以当过了这一个转换之后，往前走到相遇的那个动力就跑出来了，那个驱使性就出来了，那个企图性就出来了。那一个可能，如果等一下还有一些水能量的话，那就表示说对爱情的渴望也在心底也慢慢的浮现，要去执行，要去获得、向往这些的哈。所以有的时候看能量比较准，我认为看能量比较准。那牌上的图样它只是一个比较多的细节的方向，让你做分门别类啦，不会走散哈。来，我从这边。我先抽，这边有一个牌子要抽哈，好，先抽放在这里，我先不看哈，我先看别的位置。好，就是这里有一个扩张哈，我想知道它的能量的全部啦。好，等一下哈，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全面性，这张我觉得它还没有完全笃定是某一个方向哈。来，好吧，逆的也可以了哈，对我没什么差异。还没，的确，我觉得的确，他现在匝道口是出现了。那我觉得他通过的那个匝道口，就是他已经舍弃，哦，他最发是一个我是特别在看，说是只针对到他吗？还是你这边也有？但是我得到的一个感觉比较像是两边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个匝道口正在现在的生活正在某些的经历跟转变，你也有，他也有。但是我觉得你这边比较像是意念上的转变，心情上的小幅度的转变，它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大转变，或是转工作、转学校、搬家这种。你这边给我的感觉比较少，很多的讯息都是比较像他那边。但是哦，还是要留一点余地，就是如果是你这边也有哦一个正在抛弃或是
舍弃以前的，要全部重新来的这种，是重新来哦，不是重生哦，重新来，重新经历。你有这个状况的话，那你也是已经到了匝道口了。那这个匝道口现在定义了什么？就是刚开始而已，因为这2张牌都还在很远，还没有找路，就是说路刚开始了。好，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边境。哦，已经过了那个边界，然后开始走，但是你可能在最西岸，然后你要走到最东岸，因为你们的界面可能在最东岸，所以才开始走，路径还很远。现在目前看起来路径还很远，哈。那我们第一组牌有的时候在讲的是一个整个你们的历史、你们的故事啦，所以我说路径还很远。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不太确定，他说的是现在还是已经经历过，然后你们已经在这个远的路径上，因为我们会在第2组牌会翻得比较细。但现在我先姑且随着我的直觉来讲那个时间点，就先这样讲。等一下第2组牌有翻盘或什么我再说哈。这里让我的感觉是刚出关，准备要开始行走。或是刚入关，准备要开始进行这个旅行而已，才刚开始，所以距离还很远呢。因为整个能量告诉我，它一个非常遥望的感觉，方向开始对了，方向开始都往东走了，类似这个意思。可是才刚开始哦，你们之间的连结、社群、朋友圈的重叠跟交织，都处在一种贫弱、贫瘠。没有力量的一个状态，所以甚至你们的朋友圈都还没有开始认识就对了。好，这里是先这样来，的确是一个探索之旅的刚开始了哈，所以这里隐士牌在说，你们2个见面之前自我的实践升级体验比较重要，在你们遇见之前。都是比较重要的，你也可以去寻找爱，你也可以去谈个小恋爱，都 OK。那我们讲的是，就你跟这一个，我们今天抓到这个会跟你告白的这个人的路径来说，你们遇见之前的人生经历跟自我的提升很重要。所以，无论你有没有期待别的爱情，或是只期待这个爱情，都 OK。但是这里已经提到，你们在遇见的时候有一个条件。你们互相喜欢的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你们第一次遇见的谈吐对话的时候，应该已经很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谁，在努力什么，未来的方向什么。那一个价值你能够比较具体的讲出来，大概会在那个东西在你内心形成的时候，它也差不多形成的时候，你们才会开始对齐。所以才要从这么远的路径走。看来你们遇见之前还有很多故事线，对于自我实现、自我体认是有很多必经过程啦。因为他这边要求的比较高，你们遇见的时候要内在品质要比现在再好很多，再遇见比较好。好。就放这里就，都还是蛮远的哈。然后这边后面有加速，你越来越好，时间越来越后面，它有慢慢的加速，有一个缓降坡的速度会压了加速这样哈。这边有看到一个暗示哈。接下来，我觉得时间不会很长啦。接下来，你的人生或是他的人生可能会面对蛮多重要的决定，关于你的人生方向的重要的决定哈。记得多选一些舒适的感觉的决定就好了，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这边有节制牌做调和，他把你接下来很多的决定，很理智的决定哈，都已经调和到好的决定会比较偏向于你内心觉得比较舒坦的那个方向，所以不要选太勉强自己的。如果有些决定，你觉得只能选它，你从合理的判断发现只有选它，结果会比较好。那节制牌调和的就是让你已经找到跟判断，因为这边还有个正义牌嘛，这2个能量已经让你
意识到什么答案是比较好，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勉强、很挑战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主动去跟这一件事情，产生一种打从心底的认同跟去协调。你要协调起来，你要多想他的好，多想你要去比对一下你的难受跟最后会获得的好的比例。你要慢慢的把它协调起来，因为这个协调它并不一定会完美100%让你觉得完全舒适啦。可是我的诀窍是，你要去找到那一个舒适点，然后你要判断出那个答案跟那个选择，其实在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悲伤的比例上，快乐与幸福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一个选择。你要想办法判断出来哦。好，那正一排在你的核心有设下一个定义跟锚点，告诉你说，你的理智其实可以判断出我刚刚说的这件事情，不要乱选，不要急着选哦。诀窍就是你觉得很舒服、很舒坦、很自在，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躺在大自然里，就是你有时候可能去一些旅游啊，去一些饭店啊，你会发现它有些饭店的泳池旁边，或是一些阳台，有一些躺椅，你躺下来的时候，就觉得你跟附近的东西都融为一体，很自然的可以躺在那边休息。即便那一个饭店或什么，它是市中心的饭店，顶楼游泳池，或是整个是包围在整个饭店的核心比较安静的位置，但你待在那边，你就觉得你好像跟整个世界都隔离的那一种舒适感。你回想一下那舒适感，那个就是一种很协调的感觉哈。有的时候你可以先去模拟到那个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东西在你有压力的状况下，你觉得你跟其他事情都有协调到，但它不会100%，但它有逐步在变好哦。那这里讲到这里，就是说，在你们遇见之前，可能在自我的提升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挑战，可是这一个自我协调的感觉，好像也是训练的过程之一，因为你们两个看起来在不同的路线上要经历差不多的事情啦。接下来因为这张隐士牌的能量，它呈现在一种比它原本在更高度、在更深度思考的一种状况所以我才会去加强这一个点来做说明啦。我再翻一下，果然你看。更有力道、更深层、更有深度，就不翻了，这边已经解释了。我先说，不要因为等待这个人出现而做准备，而是只 focus 在专注在自己的准备上。那如果那个人出现，他只是一个奖品 bonus， 但他不是你去参加比赛为了得到这个奖品而去参加比赛，不是这个道理。你要先自己，那他来他不来，都是你自己额外的多出来的东西，所以他来了就变成是一个奖品。为何要这样？因为你对自我的提升就不会是一个交换，而是自我的一个满意，对自己满意，然后整个过程里你会发现，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跟我自己相处的这种状态会比较好。因为它会影响未来你跟他遇见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觉得说我已经努力这么多了，为了遇见这个人，所以他也应该要回馈给我什么。这样子你的自己就太脆弱。记得它这个是有差异的。好，那我们再翻后面每次算牌都一直打嗝。好，旅程还很长还有很多意外惊喜。不用太急然后你们见面之前还会为你的心智上开蛮多的门的啦，挑战你会觉得你自己升级很多，智慧有开窍不走，我觉得他会一直在开蛮多门的我觉得这里有蛮慎重，在你们遇见之前准备了很多课程给你们他好像觉得你们能够到达哪一种品质，然后在那一种好的品质里面遇见是最好的。我这边有在期待这一件事情。那有点小辛苦有点小辛苦，但收获不错。再来，你们之间
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就是，你们你们之间的能量连接不强，所以你们最后遇到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比较像是有点迟钝哦。你们不会一开始遇到的时候看到彼此会眼睛为之一亮，你们会在相处、讨论、聊天的时候有点迟钝，或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喜欢对方，两个都差不多是这个状况。哦，这是你们两个的状况，我觉得很可爱啦，我觉得很可爱。来，你知道我这边看到把你们两个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你们的能量的节奏很雷同，然后让你们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合乎在附近这样。那回到题目，这份告白会有点木头，有一点点木讷，就像我刚刚说的，会有点后知后觉自己喜欢对方，他也会，所以你们的告白会比较像是说，有点害羞的跟轻描的，或者害羞中的慎重来去提问说，我们好像可以在一起，类似这样子的点，他没有那么浪漫，所以我才说他有点木讷，你知道吗？然后心里是在某一个瞬间惊醒，发现这是个选择，发现好像已经进入了这个选择，这样好，你们的感觉是这样了。那要进到这个之前，当然你们可能会有一个短暂做朋友，我没有觉得你们会有一个长时间做朋友的感觉，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短暂做朋友，然后就意识到彼此的合适的部分，好吧，那就我觉得第一组牌就先这样哈，我觉得就先看到这样，来。因为我是有点期待你们两个很接近跟现况了哈。既然我觉得已经进到了入关了、出关了，无所谓，就是进去一个边界。我比较想知道那个时间跟流动性。来，我换一组。好。转机接近 ，OK， 好，来，有趣。等一下，我就觉得，哦，这边好像还有一个，然后这里，先看这些，还没，果然还没，也没有很近，也没有很近，等等，他这边讲了，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比较未来式的东西啦。这边有一些新的讯息，跟前一组还比较不一样的是，现在不太会是后知后觉喜欢对方，而是一开始一遇到的时候就被彼此的外在或什么东西有些吸引了。这样，他这个后知后觉要把它转换到吞吞吐吐。你们遇见的时候，应该不太善于表达对对方的喜欢哈。这边的点是这样子，然后会用一种高容量的聊天来去找到彼此维持彼此相处的时间，所以你们常常会约出去聊天，这样子会这样，但是那一份喜欢是有的，只是很不会表达哈。那我看一下，就是还是一样啦，方向都对了哈。你们现在走的路径的方向都对，可是，譬如说你们现在从这个位置
要走到这个位置，那两个人无论从哪里去，方向都是对的，都在这。可是要知道，到后半的时候，在这一区会有很多很复杂的风、很乱的风，拖慢了你们的速度。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识，但是我可以大概知道说，在你们两个能量越来越好、很接近的时候，快要遇见前，会有更多的其他的难题，自己生活上的难题，这样有一点点像是先把你们支开啦，有一点点先是把你们支开，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你们支开，因为其实终点是要一起，可是就是不知道是觉得你们准备不好，还是就是刻意的在你们很靠近的时候，再给你们一些新的难题，这样啦哈。所以我不觉得他有拖慢时间，但是我就觉得他有一个恶作剧的感觉，好像见不得能量上，你把它拟人化，就好像见不得人家好的概念哈。但没关系，那个对你们没有太多影响。我只是告诉你们说，未来你们如果真的遇见的时候，你们可能真的才经历一些很杂、很麻烦、很倒霉的事情，会有这个状况。但我觉得他没有拖慢时间。那在我看一下这里为什么这是你们之间一直有很强的火能量在推着你们往彼此身边遇见的哈。还有这边有偷偷说一件事哈，你们两个所处的世界不太一样，工作环境不太一样，生活圈不太一样，可能连作息都有点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边说跟上一张牌来说，你们距离还蛮远的嘛。然后这边有说会有一些匝道会要通过嘛，他这边有一个转换，不知道是你进到他的世界，他进到你的世界，这样。他这边有一个转换跟适应，所以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应该会觉得两个人是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朋友圈。会有这个感觉还蛮明显的，所以他会有一种混乱的感觉，就是彼此在对谈跟理解对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的经验用不上，只能聆听，只能好奇，然后自己处事做事的方法跟手腕的逻辑跟习惯好像也用不上。你们彼此遇到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都是要重新学习的，而且还有很多细节是做错事了才会发现说原来我的想法在这里不合用，而不是我的想法是错的，而是我的想法在这边可能跟我的朋友相处的时候是合用的，可是在这里就不合用。好，好，哦，好，我先说你们的灵魂的能量是很适合一起工作的，一起开创新事业的。浪漫值我不能说偏低啦，但是你们的关系里面不会花太多时间去制造一些很浪漫的东西，差不多就可以了。有感觉到彼此在一起的幸福感就可以了，不用特别去制造这样。那你们更多的感觉应该是一起工作，你们这组可以一起工作，有很多组是完全不行的，你们这组可以一起工作，因为你们内在灵魂对于工作来换取正能量的感觉很像。缺点一样，跟第一组牌一模一样，就是你们相处在感情上的表达会有点木讷，有点吞吞吐吐，很难具体的表达，或是想到了也不太容易从嘴巴里面讲出来。果然工作是你们两个感情通往最好方向的捷径。好，你们中间有一个几率，但我觉得是很小的几率，你们有可能会共同认识一位女性朋友，很小的几率，但是是一个捷径。她有可能会在你们的能量，跟我刚刚说内在探索、提升自己、自我实现之前，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奇异点，会让你们认识。那
那个时候就会进到恶魔牌的，一开始看到彼此就有互相喜欢的感觉，这样有这一条路径有出现，但是它很隐晦、很短、很小，在你们中间，就是说你们是两个路径，这里一条，这里一条，中间还有一条路，不知道你们接近的时候，就是这个女性贵人出现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串联起来？这样，那不容易出现。因为你们，我刚刚说，因为你们两个往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能量是有点加速的。那这一个捷径，它算中后段出现，它不是前期这样，哦，所以有可能有。但如果你们没有遇到，未来你们也会再认识这个人啦，但它的作用就没有出现了，好，它的作用就没有出现了。好，这里可以，哦，时间加速中，现在真的你们相遇的时间真的已经加速中了哈。呃，这边有说你们遇见的那一个场合跟时间点跟那个环境是不是出去玩的环境，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遇见。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说，但有可能不是吃饭或什么这里啊，对哈，我都还没有讲到你们是怎么遇见哈，因为这边真的没那个讯息，只有遇见的时候的感受还不错。我看看好了，我帮你翻看看，因为我忘记不是忘记翻，是我没有觉得要翻这个东西哈。我翻翻看好了，看看隐晦的讯息怎么说。就是有没有你们遇见的场景、场合，或是有没有搭桥的人事物哈。这一题没什么困难点，所以我都一直没有意识到要去问问题，因为这一题有一种很顺的故事线，好像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小说，你们就演下去就好了哈。没有准时，这里哦，这里啦，这段，好，我拿这段来看。哦，怎么都是大牌？工作，我直接翻上面说有一个还不错的，你们可能要相遇前的一个小事件哦。工作上面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然后会有一些奖励跟幸运的事情到来，然后那个时候你对工作跟对工作的期望会更高，会更想要努力跟创造一些表现。也许是你，也许是他，我两个人都一起讲哈。然后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会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朋友跟介绍，或是做一些移动或是一些开会的时候，你们会遇到。所以难怪他会说你们遇见的那个场合是非常平静的，应该是严肃的，应该是说它不是玩乐的，果然是工作上面的哈。然后这一个新的工作的挑战，或者这个工作的新的项目，它会是你们两个对于自己的职业或什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提升点。做得好，就会被得到更多认可，或是得到更多的金钱。那现在这一件事情还在安静的发展中，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被决定，还没有被想到，可能就时间点还没到，开始之后，我觉得你就会接触到那一个跟工作有关的事情，那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在工作上有发现你工作上有一些挑战要你去做，或是记得去参与一下哈，因为那个是好的运气的出现，不要害怕哈。好，我看，好，我觉得大概在你们相遇的时间点就这样。那等一下。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等一下哈，我还没看完。哦，呃，
我对他的提问是：只能在工作的场合上遇见吗？整个综合的答案整合出来就是有可能，而且那一个遇见的能量爆发很强。可是两个答案，第一，他说，但是遇到之后，整个能量就往下急速降落，所以那一个遇见可能只是认识，它不是往爱情的方向走。那另外一个讯息是说，其实有别条路。他这边有一个警讯说，不要太依赖工作上要遇到他，应该会在别的场合或什么还有机会，但是可能最明确或是最优先第一次会遇到这个人的情况下，工作的讯息是比较强的。可是他不是，他这边没有给我很强的正能量，说这个遇见是好的，甚至还有了一些小警讯在提示我说，这个好像不是爱情或是喜欢对方有恶魔盘能量出现，有产生致命性的那个时间点。好，等一下哦，那在哪？那在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扑朔迷离啊。我们回到一些没答案，我只能说这里没答案。这里只有说你们两个的各方面还是不太一样哈，就这样，这两个没答案。来我再看一下，如果没有就没有哈，就不特别去探查你们两个大概是什么场合遇见哈，因为路径上还很远哈。那等一下，我会帮你做总结，等一下。我开始有一个讯号告诉我，你们前面从认识到相处至少要经过半年多，然后都没有意识到彼此是互相喜欢或是有感觉的，就跟第一组牌一样，它是有一点迟钝的。第一组牌我们是不是有说，你会发现说，我好像喜欢这个人，才感觉到我喜欢这个人，然后这一份告白比较像是说，我们好像可以在一起，就是比较慢、比较缓，知觉比较弱的哈。也难怪这里提到了工作的那一个幸运值很高，加上这里两个答案，再加上这里其实都走在同一个方向说。如果我太执迷，要告诉你们说，工作上遇到他就会产生爱情跟恋爱的水能量的路的话，不是这条。这边在告诉我说想错了。那我去翻，这边没有告诉我答案哈，他只是说要体会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差异，所以我没有得到答案。但我回到这里，他给我一些时间轴，还有一些讯息。坦白的讲，他说开始有感情出来的时候，会是我在看这张牌的大概8个月之后。如果以他的时间点来说，以他给的历法的时间点来说，我觉得他到冬天，讲8个月太准了，我只能说到冬天那里才会有。但是你们的遇见会在之前几个月前就会遇见了，可能就是在讲工作上的遇见，所以是后知后觉，后面才有爱情的能量才会跑出来了。这里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所以很难急，不急。那开始有爱情的感觉跟觉得这个人不错的时候，它有一个路径嘛，就是你们有慢慢的理解彼此内心想要做什么，未来想要提升什么，自我的实现的要求慢慢的提升。第一组牌有说嘛，所以第一组牌也有说，你们对于自己的内在的提升培养是你们在一起之前很重要的课题。第一组牌。我讲成说，在你们遇见之前就要先培养，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在你们感受到互相喜欢之前就要慢慢的提升上去了。那这一件事情，好像你们自己提升的这一件事情，好像彼此会看得到，好像彼此能共同一起
好，然后看得到对方的成长或什么，然后才渐渐浮现出对对方的喜欢。好，现在整个牌的走向是这样子。那好吧，我觉得讯息应该就到这里。你要整合一下，因为讯息有一点点破掉，有点碎哈。你体验一下我说的是什么哈？但我做的小整理就是抓几个重点。第一，它很有机会会先出现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好，但是爱情的能量不会在那个时候出来。但是这个工作场合是你们慢慢的观察到彼此跟理解到对方的成长，彼此的成长的一个开端跟流程，这样。那所以以现在看牌的时间点，你们还没有遇到，好，所以第一组牌讲的不错，你们没错，你们才刚经过那个匝道口，才刚往前走，这样子，我觉得还没有遇到。以这里跟就这里说的时间，他列的时间，以我们现在看的时间，我只能跟你说，大概至少要40、50天之后才会开始进行。好，好，好，我觉得就这样哈，讯息很多，看看别的影片会不会有类似的讯息出现。这组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了吧哈，那就这样，先谢谢你来听哦哈，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3号哈，来，那今天就是告白哦，今天就是告白的题目哈，来，我们来看一下，会翻到什么样的内容哦，什么样子的方向？来，我们从这第3号牌来用这一个，好。好，我先把一些基本的能量范围翻出来哈。来，先把这个。哦，死神哈。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哈，你们最近有一些抉择，但是这个抉择并没有让你抛下任何东西，而是不一定是你哈。让你们两个我一起讲，就是你们可能有体验一些比较差的状况，然后现在正在理解、体验，不一定有反省，但是有理解、体验，然后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一个正能量跟影响到你现在的各种内在、身心灵都 OK 的一种提升。你感受到你进步了，你感受到你进步了，或是他感受到他进步了，我不知道，反正应该2个人有其一。当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这组比较特别，你们2个好像是进入到了某一个泡泡里，比较不像是走到了同一个方向。我觉得你们本来就很近，但是一直两边的世界都没有整合。那这一个个人的一种内在提升之后，为何你会进到同一个泡泡里？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视野哈，你们看事情的视野跟角度换了一点，所以这边有让我感受到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你们有可能是彼此意外出现的人，他不是期待的，他是意外出现的人。因为我这边真的有看，我这边一开始就觉得，为何你的视野里出现一个新的人？那是这个人新吗？还是你的视野转换了？为何你的那一个视野里面，原本旧的人、旧的能量都被重新定义过了？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哦，因为你成长了，你某些东西转换了哈，所以你的需求，你想看到的人内在，你在不知不觉中，或是身体跟意志上还没有跟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换了视野了。你对某些你以前喜欢的人事物条件，你可能有点转换，没那么喜欢了哈。来，好看这里，哦，的确是好的方向，爱情的观点换了哈。爱情的想象换了，爱情的价值观也换了。有些事情让你有领悟到，你不想要以前那种爱情的模式了哈。33，哦，很好，因为你们2个现在都在想差不多的事情，然后很靠近的时候，会从很不错的爱情价值观的能量上契合。
我发现你们在一开始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会大谈爱情的爱情观，然后以前的、现在的、未来的，看影片的、别人的故事里面的，已经整合出一个答案之后，让你们对爱情观的价值观很近，然后会先从一种还不错的谈心的好朋友开始，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你们两个非常适合谈恋爱。但是初期，我觉得虽然有水能量爆棚，可是我觉得但是还不足以是一见面就会立刻就会进入谈恋爱的状况，恋爱状况、交往状况，我觉得没有哈。你看，果然，因为你们的思考，在你们理解了新的看待爱情的方向的时候，也同时为自己定下了某些比较高的标准跟比较缓慢的节奏感。即便这个人出现你们遇到的时候，感觉还不错，聊得还不错，可是你们心态上跟心智上并不会觉得这个就是爱情的立刻出现，然后就要立刻进入爱情，免得会跑掉。你们不会是这个想法，哦，不会是这个想法。好，但是哦，就在你们遇见的时候，我翻这张牌来确定，果然，因为我要讲之前，我觉得你们的遇见底下有一个深厚的土能量帮你们支撑着，所以你们遇见之后，默默的种下了某些种子，正在发芽中。果然，哦，所以你们感受到爱情，想要学恋爱情，我觉得也不会拖太慢，就只是开端不会立即进入到爱情，可是也不会拖到很久之后，不会。我觉得相处没几次之后，就会感受到爱情的存在了。只是前面有一种有点像例行公事般的冷静，例行公事般的先判断审核，不想这么快投入爱情。因为你们这次遇见的时候，你们投入爱情的时候的那个方式，已经像是经验老道，整合出自己的一个想法了。所以在爱情再有出现的时候，已经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看到爱情就紧抓不放，就掉进去，或是想办法把自己推进去，已经不会是这个模式了。这边都说，那塔牌证明了我刚刚前面说的，这个人是意外出现的一个角色，各方面都跟你料想到的完全不一样。好，因为塔牌走的是一个方向感，那个指引你方向的星星，他说没有这个后面有一个意外惊喜，不是你想的那个方向。好，果然有趣，所以我不觉得你们这一组是设定在对彼此的好奇心，我觉得是设定在你们就在当下那一个泡泡里，你们对某些话题、某些价值观刚好非常专注，而刚好遇到了对方很能聊这个，就在那一段时间，可能3个月、半年，你就非常专注这一个东西，这个感觉、爱情或生活都 OK，然后你们在这个交流上非常非常契合，因为你正好也还没有理解出谁是你最好的对谈的人，他就出现了哈。你看，进入爱情的速度就不快嘛，好，在这个位置是整个能量是压抑的哈。不过底下有一些还不错的能量正在缓缓的往前，它就是，如果是当做说底下有一条咬到你们两个人就会进入爱情的那一条蛇，它现在在下面在窜，哦，在你们两个下面窜，它准备要咬了你们两个这样，然后进入爱情。你看这边就有蛇，这边都有哈，所有跟爱情有关的期盼、期待跟预示、预见，都掉到了高度理智的位置，在你们遇见的时候，所以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即便感受到对彼此的喜欢，但也会理智的觉得不要那么快，以后再说，先看看再说，会这样子。跟以前进入爱情的速度来说，算是被控制的偏缓慢。它不是一个外力让你们变缓慢，而是你们自己决定的。那战车牌也说，你们知道你们会要走到哪里，你们慢慢相处就知道你们是可以走到爱情的，跟你们也可以决定要走到爱情，都有，但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这个没有那么快的讯息很多啦，很多不想或是心里也觉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成熟，哈，它算是一种佐证自己的成长，好的简述，对。
好，知道自己慢慢走是一种稳定的感觉，然后也知道这个想法我不想跟这个人沟通，不想跟他分享。可是我们两个好像彼此知道，我们都有这个默契，所以先做朋友，先独立起来，在自己的想法里面走就好了，不需要走那么快。就你们一开始就知道了。好，来看一下一个小小的后市发展的牌哈，就是对于这样子的决定是对还是错的一个能量的哦。他说没差就往前走就好了，就直直往前走就好了，没问题，没问题。这边说没问题哈。好，那第一组牌就这样，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啦。它就只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阻碍啦哈。如果你要我硬是挑三拣四或者吹毛求疵讲，我觉得少了爆发点，基本上是可以一开始遇到就爆发点，因为水能量实在太满了。可是缺点是什么？火能量都不正，火能量都比较偏，火能量都比较远，所以它没有那个爆发点。但是都不在你们手上，都在比较远的，成为一种光，成为一种指引性，它不是能量哦，所以就没有那个爆点。缺点就只有这个，但我觉得整个情况都还可以。好，来，我想一下，前面这个我回顾一下，前面这拖慢了，要跟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常常最近常常忘记第一组牌翻了什么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哈，它有的时候可能前后有点差异啊，但你要自己整合一下相同的地方。好，我大概知道自己前面不管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相遇的东西哈。等等，好，嗯。等等，能量怎么这么好啊？他说基本上算已经认识了耶，而且还有喜欢的能量已经出来了耶。你们两个，我问了这里数字，问了佐证我的想法是对的。他说这是最好的讯息耶，所以是有吗？有吗？你们想一下哈，3号牌的朋友，你们已经遇到了，而且还有互相喜欢的感觉也出来了，水火能量都出现了，而且火能量是落在跟水能量一起协调的方向是高度祝福的，而且命运之轮也说整个幸运值跟时间点已经进入了好的状态里了耶。3号牌的朋友这边有很完美的说你们已经认识了，而且喜欢的感觉已经出现了，你回想一下哈。来，我再翻一下。真的耶。这牌也太好了吧！还完全不需要找路，不需要特别去让自己跟对方在一起，也不用特别去想自己喜不喜欢对方，那个喜欢的感觉一开始就出现了耶。而且哦，你们还能够在生活里面约出去，很容易约到，舒服的感觉都在。其实，在第一组牌水能量就很爆满呢，这里也是哎，都一直以乍看，我还不用看仔细，就以乍看来说，这边的讯息是，不是已经到了要相恋的位置，就是快到了，而且还不是隐晦的，而是明显的，能量是协调的，把你们两个运到了相遇的那个点。这里是说已经遇到了3号牌的朋友，你要不要想一下，你最近遇到谁已经非常有感觉的人了？这可能是我近期看过我有点惊讶他这么完美啦。如果只定义爱情的话，好，就是如果有人问我说，
我跟这个人会不会在一起？那他出现这组牌，我就会说，很难不在一起，因为如果这组牌出现在的问题，我还会说，你们在遇见前，能量就已经把你们两个指引到要遇见，而且是遇到了就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就要出来了。好，所以第二组牌比第一组牌更强烈的点是，第一组牌还说，不会立刻爆发。那第二组却又说，虽然不会立刻爆发，但是喜欢的感觉已经出现了。那看来的确是因为这边其实那个很强烈的要爆发的能量，它是给一半啦，一半左右而已。就是说它不会爆发，但它几乎快要爆发，几乎快要很明确的直接告白表白了，这样。好吧，3号牌的朋友，你想一下，这个人已经出现了耶！等一下，我发现等一下，来，我翻一下时间，看到有没有给时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个时间是过去的时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因为我只是问他有没有过去的时间，然后不是时间点的问题，而是你懂我意思。如果他是给过去的时间，就表示有那个时间你们已经遇到认识了那这个历法牌，我还是要去提醒一下，它是因为每个天使它都有占据1年365天的其中一段时间。那我会把它扩散比较宽。那它给你的指引是让你去回想大概哪个时间点可能已经有遇到它，是这样子让你去感受一下有没有而不是告诉你说就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这不是一种预言，我不希望你们给的是一个预言，前面后面这样。我只要让你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能量，你是不是有错过，是真的对某个人有感觉到这件事情，让你捕捉一下那个讯息再一张就好。我先说这2张牌都讲了某一个时间点，而是未来的时间点。然后都是火能量。他不给我这个答案但是牌面上说已经认识了。局限。好，2个路径，因为我问了2次，答案都是在另外一个点开拓了另外一个路径，2个路径。我们先留前面这个时间点，就是他说应该因为我看能量的走向是已经出现，已经遇到了他没有很隐晦说，是接下来会遇到，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后来换别的角度去问的时候，他有一条路径在未来世，所以他那个未来世的时候，我问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在那个未来的时间点，这里讲了两个时间点，我等一下再讲他大概讲什么时间。我是在讲说，会不会在那一个未来的时间点，你们2个的感情才会进入一个比较浓烈、比较接近、才进入那个爆发期，才比较意识到彼此的喜欢的那个时间点，这样子。那所以我再翻了数字问，他就说其实只局限在未来的那个时间点。那他这样讲的话，他有一点对我来说，他有点否认了已经遇见这件事，但是不是全面的。那所以我说会有2条路径，就是可能已经遇见了，然后对彼此已经有些微的喜欢了，有留在心底，有感觉了。他可能也喜欢你，他还没有说，已经知道了。那这里说未来时间点局限的话，他说可能不是可能了，就是其实未来的那一个时间点、那个范围里，才是你们要真正认识的时间。所以前面这个可能就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那个喜欢可能就当下留在心底有，然后未来在这个时间点遇到的时候，可能才会再爆发出来。对我来说，这2个不是同一条线，这2个可能是不同路线、不同的时间线，这不是同一条线。不是说前面有发生，然后才到后面没有。我觉得这2个是独立的时间线的暗示，所以这2个没有连接，所以我才说这可能是2条线。所以要么已经认识了，要么就是后面的那个时间点立刻爆发。那以我算牌的时间点，他说的时间点应该是天气最热的时间。
我就不把那个巨细靡遗的时间讲出来，我只能说它是天气最热的时间。好，一年里面天气最热的时间。好，所以让你有一个念想，说可能这2个时间。但我个人呢，我觉得已经遇见的能量比较强，也比较完善。就这样哈，我把我的想法、意见讲出来哈。好，来再来。那时间现况大概就讲到这里哈，其他我讲灵魂的部分哈。他是个全新的人，他不是你认识的人，然后你们遇见的时候也没有熟悉感，灵魂上是陌生的。这次基本上是全新的灵魂的遇见哈，所以他也不会有老朋友的感觉。你们很多东西都是重新学习的，不会有那种你们彼此的经验在彼此身上不会找到熟悉感，要重新创造一条新的路径。好，2个人都是。好，那问一个问题。哦，他说其实也有第3条路哎，而且更快。好啦，这个我就讲到这里。他说其实有可能其实有另外第3条路有比较快遇见的有，但通常我翻这张牌的这个牌位，我都太正的位置，我都觉得它不强，能量不强，因为他觉得它只是一个提示。他讲的太哦，好，我把这里的诠释一下，说有可能有第3条路，真的是变有可能，但是还在分析是不是有，还在分析是不是有没有那个路径比较快。他这条路的意思是说啦，哈。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你们的朋友圈的问题，或是工作圈的事都没有，对不对？都只有讲到你们的能量这些哈，没有讲很细节啊，在哪里遇见这些都没有讲，对不对？那这边说有第3条路的意思，他可能就是还在分析说，可能是不是在朋友圈的介绍，还是在工作圈的介绍，这个部分还在分析中，它有可能是第3条路。那第1条路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场合遇见，只是说已经遇到了，因为也没有是什么地方遇见的讯息。第2条路说可能是天气最热的那个时间你们会遇见，那他有一点点讯息是可能是一起去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的遇见，但他没有说是偶遇还是跟朋友介绍认识，也没有哦。但是在这里，他其实也没有说，但是基于对比前2个讯息，我只能说第3条路可能会被挤压出另外一个，就是朋友的介绍或是工作上的，就这样。这一题我觉得太宽广了。我不是很喜欢每个可能性都被讲出来的感觉，这样就等于没选择或是没方向感。所以以我自己这样子看下来，3选1，好，我会觉得你们已经遇见了，能量是最强的、最饱满的，所以你可以3个路径都感受一下。但是我觉得你们已经遇见这个讯息比较强。你们遇见这个讯息比较强，好，那我来问恶魔牌，他觉得我的选择如何？我先说这张牌，我问他说，他觉得我的选择如何？他说，听到了，没有给我反应。他就说，好，我听到了，我听到你的决定了。他这边是这样说。来，出现一个7级点了，这里说，其实，在人际关系里，所以你们应该已经因为朋友出去玩或朋友的介绍的时间点已经认识到了，好吗？跟朋友出去或是朋友介绍的时候，以新朋友的角度已经认识到了，这里是这样说的。好，那3号牌就这样，我觉得很有趣哈，有一些路线跑出来了哈。那讯息很清晰，我只能这么说哦。然后我有我支持的说法，
然后有恶魔的说法，那就这样，那你自己感受一下，好，那3号牌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记得接下来其他影片的讯息可能会重复，因为我发现这题没说完，可能其他的讯息会重复，你要记得那个重复的讯息的连接点。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